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品味咖啡的6步诀。相信有在冲煮咖啡的朋友，心中都一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在闻到咖啡豆，或者是我在磨咖啡粉的时候，闻到的香气好香，但是我冲煮完之后，喝到的香气却没有这么香呢？咖啡是世界上最香的饮料，已经被科学家研究出来的芳香化合物超过800种，但是这800多种的芳香化合物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气体性的挥发香气，那水溶性就是水溶在咖啡液的香气比较少，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会觉得闻的香气很香，但是喝的香气比较少的原因，而且香气的种类也不同。那即使是这样子我们以下的介绍可以让你了解从闻干香、湿香到喝咖啡，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闻到最多的香气。第一招当然就是闻干香啦，就像刚才提到的，磨粉的时候是香气最爆炸的时候，那在你磨粉的同时或者是磨粉之后，专注你眼前的咖啡粉，那由高至低，由远而近，不同的时间与咖啡的距离远跟近，你都可以闻到不同的香气。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多方尝试。第二招就是闻湿香，就是你在做正式冲煮的时候，热水淋在咖啡粉上面，可以闻到跟刚才干香有闻到不一样的香气。那这些芳香物质呢，它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比较不容易在室温就挥发出来，而是需要比较高的温度，比方说热水淋在咖啡粉上，才有办法释放出来这些气体的气体挥发性芳香物，这是主要原因。好，大家都知道咖啡杯测啊，那你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好，第三招就是啜吸入口，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冲煮咖啡，冲煮完之后喝咖啡，就是做啜吸入口的动作。那你不需要做到像刚才那样的程度，那个专业杯测师的程度。主要的原因在于说，其实杯测师在做啜吸入口，他们是希望在吸进咖啡液的瞬间，用啜吸的方式，可以瞬间让同一口咖啡液在瞬间就可以喷洒到舌头不同的部位，因为在舌头上，感应甜、酸、咸、苦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甜是在舌尖，酸是在舌两侧，那苦味是在舌根。那他们做啜吸的方式，像你刚刚听到声音这么大的啜吸方式，就是希望入口的瞬间，咖啡可以同时洒在不同部位，比较方便去辨识咖啡豆品质的好坏。这是专业杯测师在做的事情。那像我们一般在家里或是在公司冲煮咖啡，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程度，我们就是好好的煮好的咖啡液，在我们舌头可以接受的温度之下开始品尝。那当然你不要因为赶时间一下一口气把它喝完，这其实就失去了喝咖啡的乐趣。那如果你是用在不同的温度去喝咖啡，比方说如果你的舌头可以接受摄氏70度的咖啡液，那你从70度的咖啡，然后一面喝一口，喝2口，然后给它放凉，然后可能放到50度，你再喝一口，喝2口，然后渐渐的到室温再喝看看，然后甚至是低于室温比较冷的时候你再喝看看。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水溶性物质的香气是会有变化的，以及因为咖啡液的酸跟甜，因为咖啡液的温度，其实温度会直接对人的味觉造成影响。那所以你在高温、在室温、在低温，喝同一杯咖啡，那你会喝到不同的酸甜组合的感觉，这个是非常迷人的。那第4招就是口感，大家耳熟能详的咖啡术语就是 body。那 body 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为您做说明啊。那 body 其实指的第一个是咖啡液的粘稠度跟重量，第二个是滑顺感。那一般在高海拔育成的咖啡豆，因为它生长的完熟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其中的内容物会比较多。那因为它内容物比较多，就是原材料咖啡生豆的内容物比较丰富，所以它比内容物比较，也就是比较低海拔、内容物比较少的生豆啊，这两种生豆比较之下，在经过一样的烘焙之后呢，在高海拔生长，生长完熟时间较长，然后内容物较为丰富的咖啡豆烘焙成咖啡熟豆之后，它的内容物以及可以溶于咖啡液的成分当然也会比较多，那咖啡也会比较重，比较粘舌头。这个用什么方式来理解比较容易呢？比方说水或者是牛奶当然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到牛奶它的内容物比较丰富，水很单纯就是水，所以你同样含一口水跟含一口牛奶，然后嘴巴闭着，用舌头在口腔里面做震动，你当然会发觉牛奶感觉比较重，舌头要出的力气会比较大这就是所谓的粘稠度。那咖啡液也一样，高海拔生长完熟时间较长，内容物较丰富，咖啡烘焙之后，然后你冲煮之后你做这个动作当然会比比较低海拔的豆子，就是咖啡豆内容物比较少的豆子所冲煮出来的咖啡，你会觉得高海拔的豆子它的舌头咖啡液会比较重，比较粘舌头。那另外滑顺度的部分呢，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咖啡入口之后呢，你可以用你的舌尖，就是你喝完，这个当然建议是你是喝完了哈，或者是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习惯的话，含一点点的咖啡液在嘴里，然后呢，这个时候用你的舌尖来磨蹭你的上颚。那如果这个摩擦的感觉，你觉得你的舌尖的回馈到你舌尖的感觉，你觉得是很顺的，就好像你喝了油或者吃比较油腻的东西那种感觉，那就表示咖啡液有足够的咖啡油是比较好的咖啡。那如果不顺的话呢，就表示它的咖啡油比较少。那优质咖啡豆，尤其是阿拉比卡，它的油脂占生豆的成分大概都是在10%到20%之间。那比较劣质的咖啡豆品种，比方说罗布斯塔，它的它油脂占咖啡生豆的成分就会比较少。那另外就是烘焙程度也会影响到咖啡有多寡。当然这个指的并不是说一样的豆子，比方说罗布斯塔它如果经过比较深度的烘焙，它的咖啡油就会比优质的阿拉比卡还要多，并不是这样子，而是指的是因为你烘焙程度越深，豆子本身被破坏，因为在高温做越深表示越高温烘焙，那豆子本身被破坏的程度越深，所以在烘完之后，比较深焙的咖啡烘完之后咖啡油很容易就渗到咖啡豆的表面了所以你会看到咖啡豆油脂比较多的原因在这里。那为什么很多人不爱喝浅焙的咖啡呢？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除了果酸味，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咖啡，尤其是好咖啡的漂亮果酸味。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的越深焙温度越高，越容易破坏豆体，油脂越容易渗出，所以浅焙的豆子呢它的你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它比较不像深焙的豆子这么油，所以自然浅焙的豆子感觉就没有喝起来这么油这么顺口这种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到重点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在喝咖啡的时候不会去注意到的品尝方式，就是闭气回吐。这招其实对于会抽烟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容易的，应该是就是很善于操作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咖啡入口在还没有吞下之前
因为部分的水溶性的芳香物质经过口水的酵素会挥发出来。那这个时候就请你把嘴巴闭上，就是把嘴巴整个紧闭，然后呢用你的鼻腔缓缓吐气，就可以透过鼻后的嗅觉功能来享受额外的芳香。用说的难以理解，我们来看图。好，这个是人体头部的侧面剖面图哈。那当然，我们一般闻到干香呢，可以看我的滑鼠的操作。干香 gas 这边，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第一招闻干香，第二招闻湿香，或是你在啜吸入口的时候，咖啡液靠近你鼻子还没有喝进去，你都可以透过鼻子正常鼻子嗅觉去闻到这个香气。这里是嗅觉区，嗅觉器官区都可以闻到香气。那你从嘴巴，那闭气回吐怎么操作呢？你从嘴巴喝进去之后，吞进去哦，吞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你把嘴巴闭起来，闭起来之后，然后再缓缓的用鼻子去做吐气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刚才讲的口水酵素咖啡液经过口水酵素作用，然后再产生的气体挥发性的芳香物就会从你的这里是软腭后面往上，这个香气就会往上升，然后一样到嗅觉区，其实同个嗅觉区，只是刚才讲的干香、湿香或是啜吸都是从前面正常的我们正常鼻子闻香气、闻味道的方式。那刚才讲的闭气回吐呢，就是你嘴巴闭起来之后，然后再缓缓吐气，这时候就会有别种的香气呢从后面进到嗅觉区，这就是我们讲的闭气回吐的品尝方式。好，最后一招了，第6招喉韵 after test。那喉韵的好坏决定因素呢，在于你吞下咖啡液之后，经过闭气回吐动作，就刚刚经过第5招嗅到的好味道。那一样嗅到的好味道，其实每一款咖啡都可以有透过闭气回吐的动作都可以闻到额外的香气。那但是怎么样去判定喉韵好还是不好，就是你经由闭气回吐的动作闻到的额外香气，它的品质就是它的香气程度是不是让人觉得舒服的香气，还是让人觉得恶心的味道的气味。那除了说它的品质要好之外呢，再来就是它停留的时间要长。所以这个动作你要怎么去确定喉韵，就是你重复去使用闭气回吐的招数，然后多利用鼻后的嗅觉明显感觉到咖啡香气的多变化的方式。那如果你品尝 A 咖啡跟 B 咖啡，那 A 咖啡它会让你觉得说好味道，而且它可以让你闻到的味道的时间，就是你嗅到这个闭气回吐的味道的时间比较长，比方说可能是5秒钟。那 B 咖啡它的长度可能是2秒钟、3秒钟。那当然从这边的比较就可以很简单的判断出来 A 咖啡它的喉韵是比 B 咖啡还要好的。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为您介绍品味咖啡6步诀的方式。当然就是希望你多看之后，多看我们的影片，熟悉怎么操作之后，多练习。那我相信多练习个几次，你一定可以掌握这6招。那也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原来咖啡有这么多的方式可以品味更多的香气。好，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